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做西班牙海鲜饭。来看一下所需要的原料。今天这道菜有一点复杂，需要准备比较多的东西。主要的配料就是海鲜，还有西班牙腊肠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加一些鸡腿肉进去。首先来讲解一下最重要的这个米需要用什么样的。这个是我从网上买来的西班牙产的，专门用于海鲜饭的米。这是一种非常短粒的米，然后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。如果你找不到这种米呢，可以用做意大利炖饭的那种米，或者在国内的同学可以用珍珠米，或者是东北产的那种短粒的大米代替。然后这道菜最重要的一个配料就是藏红花，做西班牙海鲜饭不可以缺少这一味原料。藏红花呢，它稍微有点贵，但是你不需要用太多。今天我做的是3个人的分量，就这样2个指头捏一撮就可以了。把这个藏红花和米放在一起待用。然后现在来准备素的配料。首先把蒜头压成蒜蓉，然后把红甜椒给切成小丁，然后把红葱头去皮之后也切成很细的小丁，你也可以用普通的白洋葱来代替。然后把欧芹给切碎，用我们常用的切欧芹的方法，叶子和杆分开，然后分开来切碎。这个欧芹一会儿呢会一部分先下锅炒，然后另一部分呢留作最后的装饰用。然后把番茄泡过热水之后剥掉皮，去掉蒂头，然后切成小块。素的配料都准备好之后呢，放到一旁待用。然后来切这个西班牙腊肠，这种香肠呢叫 chorizo， 它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那个香料的调味，所以呢会增加这个饭的味道。把它切成圆片就可以了。然后来准备海鲜料，我今天有用到青口、鱿鱼、扇贝和大虾，你可以选用你喜欢的。首先来清理这个青口，青口上呢会有一条像麻绳一样的东西，把它扯掉之后，用小刷子把它的外壳刷洗干净。然后鱿鱼就直接去掉内脏，剥掉红皮之后切成圈状就可以了。这个鱿鱼的头上呢，在它的眼睛的上方有嘴，里面有一个硬硬的骨头，把那一节去掉。然后扇贝一般买来就是比较干净的，如果看到上面有还有一些黑色的它的内脏组织的话呢，就用小刀切掉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大虾呢用剪刀把背剪开，然后稍微掰开，用牙签挑出里面的虾线。把海鲜料都准备好，清洗干净沥干，放到一旁待用。现在繁琐的备料准备工作终于完成了，我们可以来开火了。我用的是这种传统的海鲜饭专用锅，是直径比较大的平底锅，你可以用普通的平底锅代替，但是要选择稍微宽一点、浅一点的。我这个锅的直径有30公分，大概就可以做3个人的分量。然后把锅里头烧热之后呢，下2大勺橄榄油，然后把切碎的洋葱放下去炒，炒2-3分钟，到洋葱变得透明，有一点发黄的时候，把蒜蓉倒下去，然后把切碎的欧芹也倒下去。注意这里留一点欧芹，最后摆盘的时候用。稍微翻炒一下就可以下之前切好的甜椒丁，然后还有番茄丁，这些配菜都倒进去先炒一炒。这个时候开的是中火，炒到你可以闻到这个菜的香味的时候呢，下这个熏红椒粉。这里你可以用普通的红椒粉，也就是 paprika， 也可以用辣椒粉。我用的是烟熏过的 paprika， 它有一种烟熏的香味。然后再把米和藏红花一起倒进去，生米直接下锅，这样翻炒一下。这个时候稍微多炒一下，让这个米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这个锅里的汤汁。然后倒入白葡萄酒，再把之前切好片的西班牙腊肠给放进去，稍微拌炒均匀一下，然后让这个酒精可以挥发。等到酒精挥发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下高汤。我用的是海鲜高汤，你也可以用鸡高汤。
海鲜高汤就是用鱼骨和虾壳这些东西去熬煮出来就可以了。高汤呢，先加热一下，让它有一点温度。然后下高汤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留下一小部分，比如说50到100毫升的样子。最后看这个米粒吸水的情况，然后再看要添加多少。但是高汤不要反复的添加，最好是一次能够把它的量加到位。高汤加进去之后呢，就下盐和黑胡椒调味，然后这个时候转小火煮上15到20分钟，中间不要翻动这一锅，不然的话这个米的淀粉会跑出来，然后最后成品就会变得非常的粘稠。然后你中间可以转动一下锅子，或者是移动一下它的位置，让它能够受热均匀就可以了。然后当在锅里的液体基本上都被米吸收了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海鲜放上去了。这个时候米还没有完全熟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后面还会继续的加热。把海鲜这样均匀的铺上去之后，就把青豆给撒上去。这个时候可以把火力稍微的调大一些，中间呢时不时的把这个海鲜翻一下面，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位置，然后也是转动一下锅子，让它这一锅可以受热均匀。这样煮个大概10分钟，等到海鲜都熟了，青口都开了口，就差不多了。如果你想要这个上面铺的海鲜摆出一个漂亮的花形来呢，那么你可能中间不能翻动，那么就需要找一个盖子盖上一下。不过我是不太追求那种整齐的效果的，所以就中间经常翻动一下，让这个海鲜可以均匀的加热就可以了。等海鲜都熟了之后，就把切成角的柠檬放进去，然后再撒入之前保留下来的欧芹碎，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出锅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高汤基本上都被我们收干了，成品呢是不会有太多汤汁在里面的，然后下面能有一层锅巴是最好的。这个海鲜饭的米呢，最好是不要把它煮得太熟，让它保留一点咬劲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一点点夹生的感觉，这个是它应有的状态。但是如果你吃不惯呢，你也可以稍微多煮一下，把这个米完全的煮熟。反正关键就是控制这个液体的量，不要让这一盆变成炖饭，而要让它变成有一点干干焦焦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。盛出来之后可以看到那个藏红花把米饭染成了这样的很金黄的颜色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藏红花它本身也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香气，对于西班牙海鲜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其实这个海鲜饭它的配料呢非常的多样化，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加进去，甚至没有海鲜，你加一些鸡肉或者是兔肉之类的都可以。希望大家喜欢这道略微复杂但是味道非常好的西班牙海鲜饭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